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單隻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再處心再角力。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三箭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你要刺杀太皇太后？对，这个老太婆经历3朝皇帝，地位崇高，而且她和八旗父老关系非常密切。只要我杀了她，便可以蹉跎满清八旗的锐气。奴才知罪，奴才3人只是一时大意，求王爷恕罪，求王爷恕罪。恕罪？你们犯的是死罪！求王爷开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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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属下求王爷开恩。他们3个确实罪无可恕，不过贼人狡猾，他们3个经验不够，才会被贼人暗算。你帮他们求情，你以为你没罪？逆贼乔装侍卫，混进侍卫营，居然没人发现。幸好聂多宝机警识破逆贼身份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皇宫禁地是侍卫营心脏，贼人来去自如，简直荒谬！属下知罪。王爷，怪只怪属下武艺未精，不能及时擒获犯人，请王爷恕罪。哎，几百双眼，几百双手都如此不济，怎么可以怪你？哈山，侍卫营中可有失窃？回王爷，经属下再三检查，逆贼没在营内偷走任何物件和文案，相信他们也是无功而回。不齐，你身为侍卫营之首，此事由你定夺。王爷，他们3个一时失手，希望王爷赦免他们死罪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就罚他们扣1年俸禄，3年不得提升。照你意思去办。谢王爷不杀之恩。不齐、哈善、聂多宝，你们3人留下，其余退下。是王爷。哈善，逆贼身上可有发现？王爷，尸体身上发现有刺青标记，我怀疑这帮人是来自日月会。日月会一向图谋作乱，朝廷多年来都没有机会将他们清剿灭绝，如今居然混进京城，一定有所图谋。不知王爷可有猜出端倪？侍卫营守卫森严，反贼行事怎么会舍易行难？未来京城有什么大事发生？王爷，不久纳兰大人将会代表皇上跟罗刹国的使者商谈国事，还有就是太皇太后会去虚云寺礼佛。王爷，日月会的目标难道是太皇太后？王爷，那要马上奏请太皇太后，另择吉日礼佛。但是目前一切只是猜测，这么做会不会惊动太皇太后？不管是真是假，本王自会上报皇上和太皇太后。从即日起，值班侍卫由3个时辰改为2个时辰换班一次，切口由1天改为半天换一次，绝对不能让反贼再有机可乘。遵命。凡尘枯叶怎么都扫不清的，看来你心里呢还有很多俗世事纠缠不休啊。是啊，我心里真的有很多事纠缠不休啊。不过全都是因为你教我那些所谓武功啊，根本连提系都有问题，不但害得我抓不到反贼，还连累我兄弟的爹无辜被抓到侍卫营拷问。幸好证明了他是冤枉的，否则你叫我怎么对得起人家？
啊！你现在终于明白我不希望你当御前侍卫的苦心了。你真的一点歉疚都没有啊！教我的都是三脚猫功夫，骗了我的银子，你根本就是大骗子！我教你的都是三脚猫功夫，但是你的银子，我是用你的名义在秀水巷办了一所叫多宝斋的义学。知不知道你这个善心义举呢，使很多失学的孩童可以读书写字？哎呀，这是功德无量啊！其实你搞这么多事，就是不希望我当御前侍卫。我当不当御前侍卫，又与你何干呢？哎，这件事说起来话长了。来，实不相瞒，我师父呢，以前也是御前侍卫，我一身武功是他教的，你的武功是我教的，一脉相承，这样还不是有缘吗？一个御前侍卫祖师爷教了你怪和尚武功，你又教我这个御前侍卫武功，这样就叫有缘了。对，哎，希望不是恶缘恶孽了。哎，小徒弟啊，其实官场黑暗凶险。哎，就说你那位兄弟的爹吧，本来清白无辜的，还不是卷入是非之中。你别以为你身为御前侍卫就能够独善其身呐。你身为出家人，怎么这么执着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当御前侍卫是为国为民，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。哎呀，你别仗着你年少气盛，胸口写个勇字，就真的以为可以为百姓谋福祉啊！小徒弟，你别做井底之蛙了，我怕你有一天跳出井口才发觉，原来世间的事不像你想象中那样的时候，我怕你太迟了。哎，行了，你是出家人，你要修禅成佛，我明白，但是我跟你走的路不一样嘛。我现在只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要忠勇随身，勇往直前。不过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明白你所说的道理，但是不是现在。行了，你自己慢慢参透一下。夜阴大师，是不是我太执着了？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后果自己承担吧。陈大叔找我什么事？来，走。什么事？桂花河边。你是万昌！20几年了，你的嗓子怎么这样？出什么事了？恩师，没想到25年后，才能够跟你儿子在你坟前相见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我有恩于你，你就马上带同这封家书，交到我儿子齐万昌手里，再护送他和我孙子马上离家，远走高飞。真是惭愧，这些年来，我不但没有保护恩师一家，就连恩师的亲儿也被太皇太后逼成哑巴。父亲大人，当年孩儿接到晏婴带来你的家书，知道你跟顺治爷的事，十分惊慌。后来我进宫见过太皇太后，才知道你已经被他逼死了。为了保住我齐家几十条人命，我只有以养明志。之后我不敢再回齐家，我怕太皇太后随时改变主意，所以解散了家丁下人之后，我就改名换姓，从此浪迹天涯，到处漂泊。我们一家跟太皇太后的仇恨，怎么会这么容易放得下？我佛慈悲，今天我们能够重逢，贫僧总算放下一败心头大石。家破人亡，处处无家，贫僧也明白你的感受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你。其实你儿子俊杰尚在人间。他在哪里？他曾经跟你近在咫尺，就是跟我学武，还在寺外扶过你那个年轻人。他现在叫聂多宝，原来当年他在河边是被长满楼的老板救了。之后呢，他们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，一直都过得很好。只可惜天意弄人，
他也当了御前侍卫。我知道，我也曾经千方百计劝他脱离官场，但是他心意已决。也许你们戚家跟朝廷的恩怨，只有在朝廷解决。你儿子为人忠义，就跟他爷爷一样，忠心侍奉保卫皇上，所以晏婴唯有尽力保护他，就算粉身碎骨，我也在所不辞。你想不想认你儿子？我知道，你不想破坏他安定的生活。他现在身为御前侍卫，要是与你相见，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就算你儿子，我也不会告诉他。今天我召集大家来，就是来跟大家商量一下如何刺杀太皇太后这件事。这张就是太皇太后前去拜佛的虚云寺地图。太皇太后经历3朝皇帝，地位超然，所以只要她一死的话，清狗必乱。最难得这次她离宫拜佛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不能错失。根据翠玉从侍卫营打探回来的消息，太皇太后将会在初8来到这个虚云寺，接着侍卫营的人将会安排50人在虚云寺附近布防，禁止一切闲杂人等进入。然后他们会再派出100人从紫禁城沿途护驾辰时出发，所以如果要在这段路下手是非常困难的。太皇太后首先会由虚云寺的正门入寺，接着她就会在禅房小休，再去参观钟楼、鼓楼，再去观音殿、藏经阁和大雄宝殿进行礼佛仪式。只要我们在每一个地方设置陷阱，让那个老太婆自投罗网。但是侍卫营的人一定会仔细检查每一个地方，恐怕很难成功。你跟之前打伤我的御前侍卫认识的，就由你去打探军情吧。子宁，我知道你跟聂多宝是好朋友，而且他在牢房也带我求过情。要是你觉得有困难，别勉强。子宁并非贪生怕死之辈，一切就以大局为重。卓大小姐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这是什么？长满楼的百宝鸭，我特地拿来给你爹补身子的，希望他的伤能快点好起来。我们这里是药材店，有很多药材治伤的。你那些呢是药方，我这个呢是食疗，那医食同源，互补长短。其实最主要的是，这次你爹被人拷问呢，都是因为我，就当我赎罪了。你知道就好了。不过我这个人呢很公道，可能是我爹常跟官员打交道，惹祸上身，被人趁机教训。其实不关你爹的事，是有神秘人潜进侍卫营，我们追他追来大石烂就不见了，才会连累了你的爹。有人进了侍卫营，是什么人呢？不过都怪那怪和尚的，教我武功教到我走火入魔，要不然我会让那个神秘人跑掉。要是再让我看见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不过这个人能混进侍卫营，还可以跑得掉，一点都不简单。你以后要加倍小心呢。你少替我担心，我们侍卫营呢已经严加布防，要是他敢再来，一定飞不出我们的五指山。哎，还是不要说侍卫营的事了。初8我跟可儿会一起去虚云寺拜佛，不如你也去吧。我肯定不行，因为我要值班。其实你们也不要选那天去，你们进不去的。为什么？总之你们另选一天去吧。啊，对了，我进去给你爹拿副碗筷。二皇兄这一步未免过于草率，只会被朕铜墙铁壁所困。只要朕再下一子，
二皇兄难免一败涂地。好一招兵败如山倒，实则暗藏杀机。要是朕下这一步棋封杀你，只会为你打通后面的棋局。回头把朕的棋子前后包抄，妙招。皇上英明，一眼就看出这招败中求胜。看出又如何？朕下不得棋，这局朕输。皇上承让。其实二皇兄的棋艺一直都在朕之上，朕自以为已经精进不少，但是二皇兄一日千里，朕望尘莫及呀。谢皇上夸奖。朕在二皇兄面前不想说假话，同样二皇兄在朕面前也要说真话。臣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你真的认为这次太皇太后去虚云寺礼佛，会有人对太皇太后不利？回皇上，一切只是臣凭近日侍卫营的事故推敲出来，始终没有真凭实据。不过臣认为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朕也有同感。朕也劝过太皇太后改变日期，但太皇太后认为既无实据，坚持不改。但是，朕始终有些担心。臣已经部署加派人手布防虚云寺，臣当日也会亲自追随太皇太后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会确保太皇太后安全，请皇上放心。既然如此，太皇太后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皇上似乎还很担心。朕对你的安排很放心，只是太皇太后最近再三追问朕，何时册封皇贵妃为皇后。皇贵妃无疑是贤德兼备，是皇后的不二之选，但是朕还想考虑一下。太皇太后对皇上一向无微不至，从小到大对皇上照顾有加。其实太皇太后替皇上选择皇后，都是想免却皇上的烦恼。皇上，既然是太皇太后的意思，不妨顺从她一次，免得她老人家不快。行了行了，这件事朕暂时不想再说。是。其实朕还有一件事想跟二皇兄商量。严玉明免职之后，纳兰明珠保荐二皇兄进南书房行走商议政事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臣当然愿意为皇上鞠躬尽瘁，只不过臣进南书房姿势体大，是不是应该先请示太皇太后，看她意下如何？既然二皇兄有此疑虑，朕现在就去问太皇太后的意思。皇上起驾。玉亲王的确是一个人才，最近还长进了很多呢。就连进南书房也懂得请教哀家的意见，的确是忠孝双全。有玉亲王辅弼皇上，必定是皇上之福，大清之福啊！皇祖母同意玉亲王为议政大臣。哀家不是不同意，从一个管辖御前的侍卫大臣，这么快就晋升为管制朝政的议政大臣，哀家担心会引起朝中的非议，所以还是暂缓一下，从长计议为上啊。以二皇兄近来的功绩，朕认为应该论功行赏。加官进爵，金银财帛也是赏赐。皇上，你不必急于一时啊。朕明白，朕就暂时搁置此事。朕先行告退。皇上起驾。请恕奴才多嘴。太皇太后还是为当年大秦皇帝遗诏的事耿耿于怀呀，所以才会阻止玉亲王进南书房。哀家就是怕玉亲王会知道真相。当年齐道廷在哀家面前自刎，而齐道廷的儿子齐万昌又服毒变成哑巴。齐家为了哀家这个秘密，引致家破人亡。但是哀家仍然相信，哀家这么做是为了大清的江山。要是传给福全，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康熙盛世？你说约我出来饮酒，
其实就在这儿自斟自饮。到底你有什么心事啊？皇上本来叫我进南书房议事，现在找人顶替了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你记不记得我说过，我一生都被一个女人掣肘，这次又是她从中作梗，看来我这一生都有志难伸。你说的那个女人是太皇太后啊？但是没道理呀。你立国那么多功劳，既是皇上的亲兄弟，又是他亲孙子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？从小到大，他一直对我都有成见。聂兄弟，我真的很羡慕你，可以凭自己的真本事，这么快从兰陵侍卫升做3等侍卫。那是因为我相信，做人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正如你说过，只要有真本事，一定能够脱颖而出。我相信，你总有一天会得到皇上赏识。皇上只会在乎太皇太后的感受，一天有他在，我都有翅难飞。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你忘了吗？大鹏，是你说的吗？要大鹏展翅，一飞冲天，你一定有出头的一天。好，知我者，莫如兄弟你。要是为兄日后要你帮忙，你会不会帮我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我们兄弟俩一起一飞冲天。一飞冲天，干！福全知道皇祖母极为重视礼佛一事，已经督促侍卫营严密布防，沿途亲自护送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世事岂能有绝对呀？凡事都有逆转的可能。对了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南书房行走已有人选了？福全知道，会由吏部尚书马大人出任。哦，之前你不是很想出任的吗？纳兰大人一番厚意，福全心领，只是要在南书房行走，奉旨处理军机事务，不容有失。福全只怕力有不逮，有辱圣明。哀家也明白，福全想报效朝廷，可惜目前时机尚未成熟，所以哀家才提点皇上。福全，你不会怪哀家吧？福全知道皇祖母这么做是出于一片苦心，岂敢不敬？福全目前最重要的是安排皇祖母礼佛一事，以确保皇祖母万全。难得福全深明大义，那哀家就安心了。鉴于之前有逆贼前进侍卫营，可能与这次太皇太后出宫礼佛有关，所以一定要严密布防，侍卫营上下都不准休假。是。步骑，这次事关重大，由你亲自指挥。领命。大家看清楚虚云寺的地图，本王要大家对寺里面每一处地方都了如指掌，茅房也不例外。是。王爷，卑职发现地图有所遗漏。不可能，这幅图是本官亲自找专人绘制而成的，不会有错。聂德王，你不要信口雌黄。王爷，卑职最近在虚云寺跟一名师傅习武，经常进出寺内外，所以对该处环境非常熟悉。西边的钟楼最近因为要修葺瓦顶而搭建竹棚，不知是否因此而有人潜进寺内？不知道，不要乱说。聂德宝之前有跟我申报过，他最近经常进出虚云寺，我看他应该比你更加熟悉虚云寺的情况。任何错漏都不允许。步骑，本王要带地图回府，详加熟悉，你替本王复制一份。遵命。这次太皇太后出宫礼佛，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就算是虚云寺附近1里范围的地方，也要检查清楚，以策万全。遵命。一切遵照王爷指示去办。多宝，你带一队人先去虚云寺，视察一下四周环境，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都不能掉以轻心。是，王爷。哎，山长水远，特地跑来喂蚊子。现在天气稍微回暖，当然多蚊子了，忍耐一下。
原来是个哑巴！官府办事，走啊！二号，住手！大叔，没事吧？认不认得我啊？来，过来坐。这位大叔呢，我认识他，他在这儿住了很多年，种茶种菜，无可疑。你现在官职比我高，你说无可疑就无可疑喽？说什么啊？到那边搜！到那边搜啊！啊，这真奇怪，一只蚊子都没有啊！行，不用说话。怎么样，大叔，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看看，年纪大了呢，有时候撞伤可大可小的。俊杰，爹没想到那么多年之后，居然能够再见到你。你不但已经长大成人，你还这么本事，爹真是老怀安慰。可惜，我们父子相见，偏偏不能相认。我是不是弄痛你了？那你们哪里不舒服啊？你自己休息一下。大叔，种茶树是不是很难呢？哇，怎么泥土里一只虫蚁都没有啊？哈哈，他们去那么远了。好，那你自己保重了。阿弥陀佛，幽香扑鼻，虚云茶果然是好茶。摸着它，又怕烫着手，但是放下，又怕喝不成这杯茶，真是难以抉择啊。今天难得骨肉重逢，本来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。可惜一旦相认，又怕会被其他人发现真相，连累至亲。相见不能相认，尘世间悲哀，莫过于此。也许你还不知道，这次侍卫营来虚云寺视察，是为了一件大事，就是当今太皇太后要来虚云寺礼佛祈福。你留在这里，就有机会被太皇太后认出来。我知道，你今天难得骨肉团聚，不想轻易放下亲情，想冒险留下多见一面吗？当年我师父就因为这个太皇太后而死的，我也很想会一会他。都20多年了，贫僧现在已经万事皆空，一切随缘。虽然你未必真的可以放得下，但是也不需要过于执着。放心吧，当今太皇太后万金之躯，她不会来这里的。大门、大雄宝殿、钟楼、鼓楼4个角楼、经堂、佛堂、斋堂，统统要侍卫站岗。寺内每位僧众都要严加查核，不许有任何逆贼、冒充潜入。遵命。太皇太后凤驾已经出发，各就各位，紧守岗位。参见太皇太后。平身。谢太皇太后。皇祖母，这次布防重任由步骑亲自负责统领。太皇太后，请移驾入大殿，以免误了吉时啊！请皇祖母起驾。起驾！阿弥陀佛，老衲恭迎太皇太后大驾光临。有劳清源禅师。
现在是午时1刻，那个老太婆在禅房小休完，接着她就会参观钟楼。皇祖母，这个千年大钟与东面鼓楼遥遥相应，假如钟鼓齐鸣，更加相得益彰。玉亲王对虚云寺也了如指掌啊。谢皇祖母过誉。钟楼日久失修，仓促完成修葺，难免挂腕漏衣，还请太皇太后见谅。钟楼古雅庄严并重，清源禅师无谓妄自菲薄。阿弥陀佛。太皇太后起驾回大殿。御前侍卫看见大钟好像被人做了手脚，一定会觉得事有蹊跷。但是没有理由单凭一个钟就可以刺杀到太皇太后的。我就是要他没事发生，不让他们杯弓蛇影。假如有逆贼要对太皇太后不利，这个可能是绝佳的时机，不能掉以轻心。奴才知道。护驾！禀告太皇太后，刚才那堂勇士猫打碎了花瓶。阿弥陀佛。佛门清净地，岂容胡乱打扰，舞刀弄剑，退下！太皇太后恕罪，奴才职责所在。老衲已在内堂备查，请太皇太后移步品尝。清源禅师，费心了。哀家据闻虚云寺有种虚云茶，远近驰名，茶香宜人。哀家很想品尝一下。实不相瞒，虚云茶并非出自本寺，乃本寺后山一位施主所著。假若能即摘即饮，茶香更佳。哀家从没听说过茶叶要即摘即饮的。如此别开生面，哀家更想品尝一下。恕奴才直言，太皇太后原先没打算去后山视察，如今改变初衷，时间仓促，不如让奴才先行打点一切。不必如此紧张，哀家只是去喝杯茶，何况有这么多的侍卫，又岂会有闪失呢？难得太皇太后有如斯雅兴，大家就陪太皇太后走一趟吧。遵命。遵命。太皇太后起驾。太皇太后起驾。太皇太后驾到！任何人等不得妄动，跪下！停驾！这个地方果然不错。禀太皇太后，此处就是虚云茶园。咦？太皇太后，这位就是种植虚云茶树的岑施主。哀家想知道，何以你种的茶叶要即摘即饮方为上品呢？回太皇太后，请恕奴才斗胆。这位大叔是个哑巴，所以不能回复太皇太后的问题，请太皇太后恕罪。原来如此。太皇太后想一试你的虚云茶。你可以起来摘茶叶。爹，
究竟你打算如何对付太皇太后？你知不知道爹为什么要巴结傅太医？为了掩饰身份，让所有的人都以为你是一个唯利是图、官商勾结的商人。其实啊，我还想刺探一下这个老太婆的病情。终于让我从傅太医口中得知，这个老太婆为了医治她的头痛，在她服食的药方之中，其中有一味叫藜芦。藜芦，没错，的确是可以医治头痛，但是又不是毒药，怎么可能杀了她呢？泥土有龙胆参，就连茶叶也有龙胆参。只要这个老太婆一喝了虚云茶，就会一命呜呼。这真奇怪，一只蚊子都没有。别喝！大胆奴才！你为什么认为茶有问题？回王爷，奴才刚才留意到，茶树上下一只虫蚁都没有，甚至有蚂蚁经过也绕道而行，实在有违常理。所以奴才担心茶叶有问题。大胆！你这个狗奴才真是贻笑大方，茶根本就没有毒，你偏偏说有问题。凡事以谨慎为上，绝对不能让太皇太后冒险。此事容后再查。太皇太后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护送太皇太后离开。注意！太皇太后起驾！太皇太后起驾！小心！呼驾！夫君，夫君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夫君啊！太皇太后！陆琪大人到！禀太皇太后，奴才已经命令御前侍卫围捕刺客，附近都严加防守，相信很快可以将刺客缉捕归案。延音大师，王爷的伤势如何？回太皇太后，幸亏剑没有毒，虽然直透筋骨，但是没有伤及五脏六腑，好好的调理，很快就会康复。有劳大师了。延音大师除了挂单在本寺弘扬佛法之外，他医术高明，远近驰名。钟太医到。奴才来晚了，望太皇太后恕罪。快过去看看他的伤势吧。奴才遵命。既然太医已经来了，那王爷的伤就交给太医你了。有劳大师。要皇祖母为夫权担心，实在罪过。哎呀，你安然无事，哀家就放心了。皇祖母，你头风病又发作。哎呀，这是老毛病，没事儿的。太师大人到。奴才拜见太皇太后。步骑大人，逆贼已经带到。大胆逆贼，跪下！步骑，你为什么带种茶叶的人来啊？回太皇太后，要是茶被人做了手脚，嫌疑最大的就是他，他可能跟刺客是同一伙的。抬起你的头，让哀家看清楚。抬头。太皇太后，此等逆贼有损圣驾，还是交给奴才审问。皇祖母，臣孙想亲自审问。玉亲王，你有伤在身呢。请皇祖母放心，本王已经无碍。谢太皇太后。这次很明显，有人想刺杀太皇太后。首先在茶里做手脚，幸好被聂多宝识破，之后怕下毒失败，就暗中放箭。你说，是不是你跟你的人干的？还想抵赖？聂多宝，你之前说茶有问题，是因为看见茶树上下一只虫蚁都没有，觉得有古怪。回王爷，因为近日天气稍微回暖，所以路上有很多虫蚁出现，但是偏偏在茶树下的泥土，一只虫蚁的踪迹都没有。奴才心感不妙，才会斗胆阻止太皇太后喝那杯茶。就因为这样，本王才觉得奇怪。
太皇太后喝茶之前，必以银针试毒。要是茶被人做了手脚，为何茶没有毒呢？说，你是如何下毒？王爷，要解答王爷的疑问，请恕贫僧斗胆，请太皇太后回答贫僧一个问题。请问太皇太后是不是经常头痛？大胆！你这个和尚居然出言冒犯！哎，延音大师是世外高人，不得无礼。延音大师啊，哀家是有头痛之疾，但是两者又有何干呢？大师，头痛和茶叶有毒有何关系？茶叶没有毒，只是毒在人心。王爷，请让贫僧做个试验。大师，茶树下的泥土。用银针试试。泥土没毒，银针当然验不出有毒了。大师刚才所下的到底是什么？钟太医，是磨成粉的藜芦。藜芦？请问钟太医，开给太皇太后医治头风的复方之中，是不是有一味藜芦？正是。藜芦虽然昂贵，但是镇痛凝神，是治头痛必用之方。不过只能镇痛，不能根治。也就是说，太皇太后已经服用多年了。是的。那又如何？那就对了。那为何聂侍卫在茶树附近见不到虫蚁？这是因为天底下有一种药物叫做龙胆参，这种药物无色无味无毒，可治血崩。但是，一遇到藜芦，药性相冲，就会引发藜芦的毒性。要是吃进肚子里，不出3个时辰就会毒发身亡。云起天變色，走過太多戰役，夜照正濃在叫晚風轉色。王者的戰績，稱霸只差但借，任性地全部豁出變無敵。還像顏色，這世界是我天生擁有的。猛風笑冷戰更冷，我在和你。在處心在角力，成敗也相差一線，雷電又再閃3次，從未見執起弓箭，還在笑，才發現驚天的變遷。